当我们仰望星空，把目光投向火星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那是文明的新起点，是人类第二家园的希望。可真相或许恰恰相反。最近的发现让人类距离揭开地外生命的谜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当你在等待答案的过程中，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不仅会告诉我们生命是否普遍存在，还可能揭示人类的终点或许已近在眼前。火星不是救赎，可能是绝境。科学家发现，火星上的某些元素正与地球生命系统产生不可逆的共振反应，一种我们尚无法理解的致命联系。为什么离地球最近的星球却可能是最危险的致命预言？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致命话题背后的真相。为什么去火星或许并不是人类的未来，而是揭示文明走向终结的开始？35亿年前，两颗温暖潮湿的行星围绕着一颗年轻的 G 型恒星旋转。在这两颗行星上，生命的尝试都极富创造力。那颗较小的星球上，某种生命体学会了从铁化合物中偷取能量。这种生命将一种铁化合物还原为更稳定的形态，在富含矿物的河口三角洲扎根、繁衍、扩散，掀起了一场代谢风暴，并在潮湿的泥沙中刻下层层紫铁矿的环纹。若时间允许，这些微小而聪慧的生命或许会继续演化，变得更复杂、更智慧，甚至诞生出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奇迹。可时间并没有给他们机会。这颗较小的星球冷得太快，熔融核心凝固，停止旋转，磁场消失，大气被剥离，世界被冻结。新生的脆弱生态圈在太阳风的无情摧残下陷入了永恒的沉寂。而那颗更大的邻居则暂时幸运得多。较大星球保留了内部热量，因此也保留了磁场、大气、水和碳循环。生命在那里继续进化、繁盛，直到某一天诞生出更加智慧的生物。这些生命的代谢风暴远胜从前，学会了在行星之间旅行，或者至少能让自己的机器做到这一点。35亿年后，当古老的河流三角洲依旧刻着时间的矿物环痕时，两个星球的遗迹终于再次相遇。一方的机器人触碰到了另一方的化石。那一刻，幸存的生命突然明白了两件事：我们并非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的终结或许已近在眼前。没错，那个小世界就是火星，大世界则是地球，而那台跨越亿万年的信使名叫毅力号。最近 NASA 宣布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斑点，可能是某种远古生物的特征。你可能已经听过这条新闻，但我们并不是来解读新闻，而是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真的在火星上发现了古老生命，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个发现可能暗示着人类的灭亡？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考虑另一种同样合理的可能性：生命或许只诞生在地球上。生命起源从无机物到生命的转变，需要极其精确且苛刻的条件。这种奇迹在太阳系中可能只发生过一次，甚至在整个银河系中也只是偶然的闪现。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机器人依然漫游火星，钻探岩层，检测大气。但每一个奇怪的图案，每一条异常的数据，最终都能用非生命过程解释。那些看似生命的痕迹，其实只是自然的巧合，是人类恐惧孤独时从希望中构筑的幻觉。我们或许真的是宇宙中为数不多的孤独存在。问题在于，我们还不知道哪一个故事才是真的。究竟是毅力号真的发现了火星上古老的生命？如果是，那意味着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还是说，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其他生命，因为生命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这两种结论截然相反，却都足以动摇我们对自身与宇宙的理解。如今，我们正站在这个答案的门槛上。正因如此 ，NASA 最近的发现才如此令人兴奋。接下来，让我们先看科学，再去凝视那深邃的存在之渊。2021年2月18日，毅力号成功降落在杰泽罗陨石坑。这个古老的撞击坑被选中，是因为那里极有可能曾经有过湖泊。
而水正是寻找生命迹象的关键条件。研究显示，杰瑟罗确实曾是一个湖盆，有清晰的干涸河床痕迹，既有入流也有出流。毅力号在探索陨石坑底部后，来到了内雷特瓦河谷地区，那是古老河流三角洲的一部分。探测器的目标是一处被称为光明天使的浅色岩层露头。据推测，这里富含铁质沉积岩，可能在数十亿年前由周围地区的泥沙堆积而成。就是在这里，毅力号意外发现了一组奇特的斑点结构，一种毫米级的环状与点状花纹，被科学家们形象地称为罂粟籽和豹纹斑。这些花纹立即引发了巨大兴趣，因为其外观几乎与地球上由微生物活动形成的沉积图案极为相似，那种从中心向外扩散的生长环结构。于是，毅力号展开深入分析，钻取样本，进行拉曼光谱检测，又用激光轰击地面，测量反射率与 X 射线荧光，并通过轨道中继将数据传回地球。科研团队随后花费数月仔细比对分析，结果显示，那些环宇斑点是某种磷酸铁化合物，而环内更浅的区域则由硫化铁构成，最可能的矿物组合是蓝铁矿包裹焦黄铁矿。这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化学现象，却同样可能是古老生命的最初印记。科研团队还发现，这些斑纹图案与有机分子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里的有机并不等同于生命，而是指生命常常利用的碳基分子。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了一种特定的化学故事：有机分子的氧化反应导致沉积物中的铁被还原，首先生成磷酸铁化合物，接着再转变为硫化物。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这正是地球上某些微生物的能量代谢方式。它们通过矿物的氧化还原反应来获取能量，在生长和扩散的过程中会留下极为相似的环状结构。当然，科学家还提出了其他可能性，这类化学反应也可能在高温或强酸性环境中发生。但问题是，这个曾经温暖潮湿的河流三角洲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高温或酸性环境的迹象，更没有潜在的地热流源。这些发现听起来确实令人兴奋，但同时也让人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以前听过太多类似的新闻，科学家发现了地外生命的迹象，可接着又被证明那些迹象可能来自非生命过程，最理想的情况。不过是潜在生物标记，需要更多证据来证实或推翻。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或许是外星生命的案例，看看这一次的发现是否真的与以往有些许不同。1年前 NASA 报告称，在距离地球124光年外的一颗系外行星大气中，韦伯望远镜探测到了二甲基硫化物。在地球上，这种分子是微生物代谢的副产物，目前没有任何已知的非生物机制能在如此高的浓度下生成它。然而，后续观测并未增加这一发现的可信度，经过多次努力，那依然只是一个极不确定的信号。2020年，一组天文学家声称，在金星大气中发现了磷化氢。磷化氢同样是微生物常见的代谢产物，因此团队将其视为一种潜在的生命标志物。当然，金星表面几乎无法孕育生命，于是科学家们猜测，或许生命存在于大气高层，那里的温度与压力更接近地球环境。甚至早在1963年，卡尔萨根就曾提出，金星大气中那些变化莫测的暗带可能是微生物云群。2019年的一项研究还显示，这些区域确实具有异常的紫外吸收特征，似乎支持了这一设想。然而，金星上磷化氢的探测至今未被确证，并且科学家发现，无论是磷化氢还是那些神秘的暗带，都可能由非生物化学过程产生。类似的潜在生命迹象还有不少，但不妨把目光重新投向火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块来自火星的陨石。据推测，在数百万年前，这块陨石因撞击被抛入太空，最终坠落到地球。科学家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奇特的柱状矿物结构，并猜测这可能是微生物化石。然而，由于样本受地球环境污染，化学检测结果并不可靠，研究者只能根据形态特征进行推测。正当人们激动不已时，其他科学家却指出，这些形状完全可以通过非生物过程形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以往那些所谓的生命迹象发现，要么有明确的非生命化学解释，要么缺乏确凿证据，甚至两者兼而有之。而这一次，科学界在光明天使区域的发现似乎与以往有些不同，
目前没有明显的非生物解释。或许存在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新型化学机制，或者某些特殊环境掩盖了曾经高温、酸性或寒流历史，从而让我们误解了它的故事。不过，与过去那些模糊不清、容易被推翻的生命迹象相比，这一次确实显得更加罕见且耐人寻味。此刻，我们还无法判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唯一能做的只是凭直觉做一次判断。一方面，几乎每一次被吹捧为将彻底颠覆我们对宇宙认知的潜在重大发现，最终往往都被证明是错的。在科学与宇宙理解发展到如此高度的今天，这类假阳性事件早已在预期之内。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发现极其罕见，而只要假信号出现的几率稍微高一些，就会比真正的突破更常见。正因如此，再加上科学界根植于骨子里的怀疑精神，或许很快就有某位才华横溢的地球化学家给出一种无聊却合理的非生命解释。另一方面 ，NASA 那群花了1年时间分析证据的专家似乎又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科学家们通常不会对疑似生命迹象大惊小怪，说明这次的发现确实有些不寻常。于是，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这真的是外星生命的线索，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们只知道一个地方确实存在生命——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出现得相当早，这让人不禁猜想，或许只要条件合适，生命就会自然出现。哪怕这些合适条件只出现在类地行星上，光在银河系中，这样的行星就有数百亿颗。按这个逻辑推演，生命在宇宙中理应相当普遍。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有充分的论据表明，地球早期生命的诞生并不能说明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关键在于选择偏差与人择原理。你观察到地球上有生命，这并不奇怪，因为若无生命，你根本不会存在去观察它。但这只能说明我们恰好出现在一个有生命的星球上，而非生命一定会早早出现。若生命的诞生极其罕见，我们也不会感知到那些未曾诞生生命的世界。生命的诞生可能对行星条件极度敏感，在某些地方几乎不可能发生，而在极少数地方却恰到好处，比如地球。如果生命诞生的概率与初始条件紧密相关，那生命的出现就会严重偏向于那些近乎完美的星球，但这样的行星可能寥寥无几。在这样的假设下，生命的早期出现只是偶然。这正是一些科学家的论点，地球上生命的早期出现无法证明宇宙中生命丰富，尤其是在生命起源的概率高度依赖环境条件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从生命诞生到出现智慧文明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尺度几乎触及类地行星的宜居极限。换句话说，地球上生命出现的早，反而支持了生命在宇宙中罕见的观点。但这一切都会在一个前提下彻底改写，如果我们能在宇宙中再找到一次生命出现的证据。如果真的在火星上发现了生命，那将彻底颠覆生命极其罕见的假设，因为这意味着生命的诞生并不挑剔环境。如果生命不仅在地球上出现过，还在火星上独立诞生过，而且发生的同样迅速，那就说明生命的出现并非偶然，不需要极其精确的条件。一些科学家指出，若发现火星上存在早期生命，那将直接打破生命极其罕见的人择推论。当然，这并不代表智慧生命或技术文明就会到处存在。相反，从人类尚未观测到高级文明这一事实来看，智能生命的出现依然极度稀有。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若原始生命非常普遍，却几乎都无法发展到可以被星际观测到的程度，那就意味着在生命从原始走向文明的进化路径上，必然存在一个或多个几乎无法跨越的门槛。这种门槛被称为大过滤器，认为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或多个极其困难的阶段，困难到足以让绝大多数生命都止步于此，只有极少数能走到星际文明的程度。那么，人类究竟是极少数已经跨越大过滤器的幸运儿，还是那道关卡仍在前方等待着我们？那道致命门槛到底是什么？是生命从无到有的自然起源，是复杂细胞的诞生，是拥有智慧与语言的大脑，还是从数字时代跨入星际时代前文明自毁的高概率命运？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等人曾提出过类似观点，
若生命在行星上自然诞生的概率极低，只有1%，那我们仍能观测到自己，因为唯有成功出现生命的行星才会诞生观察者。若生命起源的概率其实很高，高达1%，那意味着银河系中可能存在数十亿次生命起源事件。可问题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外星文明。如果早期的过滤环节不存在，那么更艰难的过滤器必然隐藏在未来。生命起源事件或许曾是主要的过滤器，但若在火星上发现了生命，其过滤作用就会被削弱数十亿倍。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可怕的结论：真正致命的生存危机可能还在前方。因此，如果火星上真的发现了生命，那不仅是宇宙生物学的胜利，更是对人类命运的一次警钟。它提醒着我们，并非独特，未必安全。宇宙中可能遍布生命，但绝大多数都没能活得太久。当然，还有一种让你感到安慰的解释，那就是胚种论。这种观点认为，生命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要么起源于地球，要么诞生于火星。早期微生物通过陨石撞击喷射被甩入太空，并在岩石碎片上跨行星传播，最终抵达异星世界。这样一来，我们既能维持那份独特感，又能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或许我们本来就是火星人。不过，先别急着陷入存在主义的焦虑，也别去纠结我们到底是不是火星人这种哲学问题。让我们先允许自己为这项潜在的发现真诚地兴奋一会儿。那么，我们真的在火星上发现生命了吗？若要确定光明天使地层中的那些奇异图案是否真的是生物遗迹，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样本带回地球。毅力号探测器已经完成采样工作，将样本密封存放在火星表面，等待未来的回收任务。然而，这项样本返回计划已在上一届白宫预算中被取消了。虽然 NASA 后来在官方声明中有所回调，但目前来看，这些样本能否真正被带回，仍充满了不确定。在这个充满分歧的时代里，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异星世界的生命，哪怕只是早已灭绝的火星邻居，也可能成为人类新的凝聚点。这样的发现或许能重新点燃人们对宇宙的热情，让我们再次携手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接触那片充满生命的宇宙时空。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如果喜欢此类内容，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见。